我觉得今天李副营长处置得当，沉着冷静，成功迫降是关键。李副营长，你说说。说说吧。营长，这现在想起来啊，还真有点后怕。突然就失去了一半的动力，又是全新的机型，完全不了解。怎么提讲句，它都是往下坠的，真让人发怵啊。那仪表才吓人呢，红灯一会儿这个闪那个亮的，还抖得特别厉害。后来判断是左发停车，我马上意识到，如果继续提讲句的话，会造成过载，引起右发停车，那可就全完了。于是我马上放了点讲句，机身啊就平稳了许多，但就这一会儿功夫，已经下降了1500米左右。好在营长提醒我要保持平飞状态，不能再提讲句了。我当时啊位置比较高，看得比较清楚，计算了一下下滑角度和飞行速度，估计拐动量保持在30到50米，飞过村子应该没有问题。首长，我是不是该到突击旅上班了？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，又出这事儿，我一听说，我这后脖梗子直发凉啊！原来啊，我是想让你早点过去，可是最近发生了点状况，你还是晚点去吧。为什么？放开手脚，让他们先走出这第一步。现在正是需要加强领导班子力量的时候。今天到突击旅，毕政委希望我能尽快到位，好协调他和庞副旅长的隔阂。那庞副旅长呢，拉着我的手就是不放，一个劲儿地问我什么时候到位。我见他们俩那两难的样子，我这心里啊很是愧疚。江海他们啊，搞了一套武职时改装训练新计划，我看了很有创意，而且已经实施了。从效果上来看，非常好。这个时候啊，不要打乱他们的计划，让他们放手的去摸索、去实践。如果成功了的，可以向全军的陆航部队推广。眼下这个武职时啊，列装部队的步子要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得多。部队成建制的快速提高战斗力，就急需要一套系统的、全面的训练大纲。这江海他们不等不考，人家先搞出来了，这是件好事嘛？啊，我们就应该因势利导，让他们自己啊把这个训练大纲完整的进行下去，在实践过程当中呢，把它搞得更细、更全面。首长想得远，我同意。不过，旅里的军事主官只有庞副旅长一个，压力很大，他自己也感到力不从心啊。他跟你说了？是的，他说他的头发都白了。压力大，这是现实情况，思想观念跟不上啊，这才是主要问题。你是说他跟江海的矛盾？这跟你们在集团军的情况不一样，不仅仅是江海一个人，突击一营那一批的飞行员，个个都想飞出新动作来。他们要在1个月之内，让直时飞出新的战术。你想想看，庞伟这个老飞行员，他能接受吗？哎呦，这要叫我，胆子也没那么大。所以嘛，我让你也别去，怕我拖后腿？我怕你去搅局。不会吧？我还不知道你呀，不高兴就耷拉个脸儿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多敏感呢，你这一掉脸子，他们就发怵，那还能放开手脚啊？嘿嘿嘿，首长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好像我左从军生来就是打压江海似的。哎呀，你说我在军里头跟护犊子似的，护着他，可他从来不理解我。行了，别在我这儿卖好了。现在不让你插手，我还有一个想法。既然庞威、江海他们有矛盾，那就让他们掐。让他们掐？对啊，有了问题就找上级，这行吗？我不能给他们当保姆。练兵就得先练干部，部队的干部必须敢于担当，敢于作为。看着我干什么？啊？我确实很惊讶，首长会这么想问题。那要是旅里这些矛盾自己解决不了，影响到工作训练，
你能看着不管吗？简单的方法有，出了问题打个报告啊，交给上级，对下级也有交代，全部都停飞了，等着工作组来解决，这问题不就简单了吗？这当然太消极了。对嘛，我这儿还有更简单的，不管他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啊，这恐怕不行吧？怎么不行啊？当初突击旅搞出那个训练计划来，不是也争也吵，最后不是他们自己也解决了吗？别小看毕宇成，别看他不是飞行员，但是他知道怎么能够调动飞行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跟这种人搭档，你我不吃亏。庞副旅长一定想不通。哎，别指望着他全部都能想通，想通一半也行啊。反正现在训练计划都在进行，而且收效还不错，这就行了。可这次出事，您不可能不过问吧？那看怎么过问了，过问多少？庞维是真乱了手脚了，一天给我打3个电话。好家伙，我跟他说了，不管，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。他也给我打过电话。你不能管。你说出了事，全旅上千号官兵他不找，他找上级，这对吗？啊，他应该先找身边的干部啊、飞行员去了解他们怎么想、怎么做，这是对的吗？他可倒好，2只眼睛就盯着上级，等着我给他拿主意。他这个旅长当的也实在是太安逸了。这回我还就不管他，就让他自己解决。不就是单发停车吗？多大的事儿啊！天崩地裂了一样。嘿嘿，哎呀，首长真是拿得起放得下呀。华民，再爬升200米，在8400米高度再测试一次。明白。报告，已经雷达工作正常。防密波雷达正常。数据连接系统连接正常。直升机各系统运行正常。今天的测试结果非常好，非常重要，任务圆满完成，返航。魏天鹅、贾令阳，在8000米高空留个眼。好。这次测试飞行啊，你们俩飞得非常好。我要跟主任说啊，为你们俩请功。听说当初有人坚决反对女飞行员上高原参加测试飞行啊？那个人呢，就是我。不会吧？来高原飞行已经10几天了，我看你总是乐呵呵的，把最高最难的航线都交给我们飞了，没有一点看不起我们的意思呀？我原来是这么想的，怕你们俩身体呀扛不住啊。还有，我们没有飞过高原是吧？对，没想到你们俩比2名男飞行员呢还能抗高反，飞行技术啊不亚于男同志啊，我佩服。等落地以后啊，我们好好庆贺一下。我们这次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是啊，这次测试结束，这架预警指挥机啊就要交付给部队了。耶！
王子说呀，最近他们的飞行密度特别大，还搞了一套全新的改装机型训练大纲。不仅营长是疯子，全营上下都疯了。我估计啊，他可能是顾不上你了。这只是原因之一。那你还担心什么呀？复影呗，我觉得我这次彻底没戏了。也怪我不好，上回我本来想好了，要问问刘小斌，从侧面打听一下，看看疯子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行了行了，不提这事儿。来，给我拍几张照片。行。1、2。哎，我甩一下啊。好的。来，拍上了。哎，我转起来拍啊。行，我连拍。好嘞，来。怎么样？你拍了没有？拍了。给我看看。哎呀，我忘补防晒霜了，你看看，高原红都晒出来了。没有，特健康，特 sexy。得了吧。不行，你回去给我 P 一 P。没问题。哎，你手怎么这么凉啊？脸色也不好看，你怎么了？大姨妈来看我。小羚羊，这事儿你不跟我说吗？你本来就有高原反应，这事儿我已经给你瞒下来了。你跟我说，我好跟周总师说，咱们延迟2天飞啊。没事儿的，我要知道你这种情况，不应该让你登机的。就因为我停飞2天，那最后一次飞测停飞这2天，所有的测试人员、保障人员都得在营地眼巴巴的等着，我好意思吗？这也是。没事儿，真的。真没事儿？跳下给我看看。好样的，小羚羊真的成藏羚羊了是吧？当然了。来，你也拍2张，就站这儿。行，我给你拍，给你们家小王子看看你的美照。来，哎，来，哎，你像我一样，刚才这样转起来，我给你连拍啊。好的。站。太漂亮了。小羚羊，小羚羊，你别下来，小羚羊！小羚羊，小羚羊，醒醒啊，小羚羊！哎，小羚羊，你别吓我啊，小羚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，小羚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羚羊，醒醒，醒醒，小羚羊！紫薇，你是谁呀？对不起，我走错房间了，打扰了。大夫，那个谭紫薇她转到哪个病房了？你不知道？我知道什么？谭紫薇的爸爸已经把她接走了，他们去了英国。去英国？他什么时候去的？来，谭紫薇的伤口恢复得还算快，身体也比较好。
几天后，他父亲突然通知医院要把他接到英国去继续治疗康复。3年前办理完了出院手续，昨天告诉我他们已经到达了英国。那谭子薇醒了以后，他没说什么吗？他说想见见你，他爸爸告诉他，你已经离开了。我明白，董事长是不想让谭子薇再见到我。你也不要着急了，等他完全康复了，我相信你们会有见面的机会的。谢谢你，大夫，是你救了紫薇。我马上就离开南华市了，这话就给你。我很担心江海的脾气，一根筋，想好的路啊，想方设法都要跨过去。我也了解庞主任，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、原则性很强的人，他认为对的事情，都敢跟院长顶撞的。你说他们俩怎么会弄在一起？我跟你有同样的担心啊，我恨不得现在就去上任了。好在江海在您手下那么多年，还是会听你的。庞威恐怕就不行了。郭部长不让我到任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想锤炼一下空中突击旅这个班子，考量一下江海是一批中基层干部。江海是怎么想的？我还真不知道。自从他到了空中突击旅以后，我们就很少通话。为什么？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总是关机，偶尔发个信息呢，说是在训练，过一会儿再通话，接下来就没有下文了。这个混小子，我给打电话教训他。算了，我知道，他一进入飞行状态啊，就跟疯了似的，谁找他都不会理的。哎，那我给他发个信息，他晚上准保给你打电话啊。发了。这段时间要有什么想法、有什么困难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啊，我毕竟是空中突击旅的旅长嘛。好的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不阳。呀，你才来啊？我还想着你第2天就到北京了呢。出了点情况，耽误了2天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左团长还跟我在一块呢。我看到他了。那你怎么不过来啊？我现在不想看见他。为什么呀？是不好意思啊？是没脸。说什么呢你？哎，谭紫薇呢？他去英国养伤了。养伤？养什么伤啊？啊，你刚到，要不先到招待所住下吧？好，走吧。报告，进来。哇，都到了啊！政委，政委，哎，好，政委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起飞了？先等等，庞副旅长马上就回来，我再跟他呀碰一下。政委，这故障已经查清楚了，开车也正常了，没问题了。而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都是好天气，这么宝贵的飞行时间不能白白浪费了呀。对呀。我知道你们的心情啊，我理解。等有消息啊，马上会通知你们的。江海先留下，你们2个先回去。是。怎么了，政委？坐。发生这次事故以后，营里的干部有什么反应吗？还好吧，没什么太大影响。哎，我给你的那份拐洞两特勤处置报告不都提了吗？报告我看了，也正准备送到部里呢。李东的表现是大家一致肯定的。我是想今天下午就开训，能有把握吗？政委，你想啊，如果没有拐洞两空中停车，我们不是照样按计划训练飞行吗？是，出了这个事儿吧，要说一点影响都没有，也不可能。李东自己也说挺后怕的，但我觉得这都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。现在故障问题清楚了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如果再停2天呢？这为什么要停2天呀？
就是再缓一缓，一些同志心理上的阴影会减退许多呀。哪来的阴影？在谁身上？这按说最大的阴影应该在李东身上吧？但李东和王翔都没有要求停飞，那还有什么阴影？在你身上？我对于莹很有信心。那你的意思就是庞副旅长？我想啊，跟庞副旅长再谈谈。谈呗，谈吧。哎，这本书你看了？看了。什么感觉？文如其人。哦，文如其人。这政委啊，就是政委，真会说话。好你个江海！我边看边等啊。你还打算去英国看他吗？好不容易解脱出来，怎么可能再贴上去？没想到这富二代还有那么痴情的。我约了几个合伙人，成立了一家是。没想到这谭紫薇还挺痴情的。紫薇的父亲答应我，愿意当我的出资人。那太好了，他很有实力的。但初期我不想让他介入太多。为什么呀？这1年多来，我跟谭总还有紫薇，在商界圈里出出入入，多少看到了一些商界圈里的风风雨雨和世态炎凉。搞无人机是有风险的，毕竟他们都是商人，钱是他们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。所以，在初期研发阶段还看不出眉目的时候，我先不告诉他。那你没有钱怎么行啊？我这2年赚了点钱，我打算把它都投入进去。要赔，也是赔我自己的，不会连累别人。那这么说，你已经有想法了？我先把几个已经构想好的无人机概念设计出来，制成样机。等试飞成功以后，我再请谭总过来。哎呦，小羚羊，你终于活过来了。他们都说我是藏羚羊，我听说藏羚羊的生存能力可是很强的。就别逞强了。你看你那天那个狼狈相，真给我丢人。你是不是都拍下来了？那当然，我还要发给王子看呢。你快删了，删了，丢人！就不删。你怎么这样呢？冯露露啊，陈主任来看你了。哎，陈主任，露露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花明也在。陈主任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躺着，快点。周周，我呀这2天已经缓过来了。你还大老远跑过来看我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感觉好多了。身体不是早讲吗？都怪他，要不是他让那天拍照片转2圈，我也就不会躺在这儿了。瞎说，哪有飞行员害怕转圈呢？哎，给你，慢慢吃啊。谢谢主任。不客气。哇，主任，我的最爱。哟，主任都是你的最爱了。我最喜欢这个牌子的巧克力了，谢谢主任啊。不客气。好好养着啊。你放心。好。庞副旅长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耐心等会儿吧。哎，看了有什么收获呀？没什么收获啊。说话口气别这么大啊，你虚心点吧。我看了2遍，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。不接触这方面专业的人看了吧，都挺长见识的。天天琢磨这行的人看了，就觉得似曾相识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嘛。虚心点。我没说庞副旅长这书写的不好，我是说他书里写的内容，我在其他的书籍、杂志还有网络上我都看过了，还有他选的那几个战例，都是多少年前什么越南战役、海湾战争、伊拉克战争里边的，我都研究过 N 多次了。这他山之石对我也不新鲜呀。你不会
因为对庞副旅长有成见，就贬人家的书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庞副旅长可是你老师辈儿的，搞战术研究多年，要尊重点嘛。我的第一堂直升机战术课那就是他讲的，我怎么会不尊重他呢？啊，咱们呀是就事论事，就书论书。他书里所写的东西，在我军陆航部队成立初期，那是有积极的参照作用的。但是今天，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研究中国陆航的特点。我们目前急缺的就是战法、训法，是如何使用我们现有的武器和技术去打仗，去打胜仗。说白了，也就是如何把手里的5直10玩得滴溜溜的转，尽快的把它作为战场打仗的低空利器。那你说，你把这些耳熟能详的战例翻来覆去的炒，把10几年前的东西奉为神明，那有这个必要吗？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对我们训练有用的东西。我不反对研究经典啊，但我是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，在他的书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研究经典战例，历来是我们学习战争的有效方法呀。两码事儿，两码事儿啊！你说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人不少吧？有几个能写出超越《红楼梦》这个作品的？政委，我很实际，我就觉得时间不够用。都问时间去哪儿了，就这么扯皮扯淡的扯没了。经典战例的镜子照不出未来战争的影子，未来战争的舞台是什么样的？拉开大幕之前，谁也看不见。想认识未来战争，那就必须有充分的想象力；想打赢未来战争，那就必须把想象力转化为动力、创造力。想打赢未来战争，或者说遏制未来战争的爆发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足准备，早做准备，直升朝夕。胜利永远是属于有准备的一方的。那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准备啊！你跟我这瞎白话一大通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合着我白说。政委啊，咱别等了，别停了，能飞就赶紧飞吧。专家都说了，5直10是飞出来的。磨刀不误砍柴工嘛。咱们现在哪是磨刀啊？这趴鸡窝里边等着下蛋呢。什么叫磨刀？练兵才是磨刀。这马上刚出点事儿就刀枪入库了就。这些都是根据我的想象画出来的，有些呢已经被我自己否定了，有一些我还没想清楚，所以还没画出来。怎么样？你真行啊，这一不留神就成了设计师了。设计师可不敢当。其实我小的时候啊，就非常喜欢航模飞机，喜欢自己设计、自己制作。现在把兴趣当成事业来搞，也算是圆了儿时的梦想吧。有梦想就好。哎，我帮你介绍几个这方面的天才，请他们帮你设计设计。当然好了，可是我给不了那么高的价码。创业初期，一切从简。这我知道，我说的这些人呐，都是在气动力学、数字通信。远程遥控、武器设计方面很有天赋的人才。应该说是他们那些理念和想法还没得到外界的重视。有点怀才不遇。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？在国际航展上认识的。他们跟外国厂商交流的时候，但航空和军事方面的术语翻译不出来，我就帮他们沟通，就这样认识的，是一帮无人机天才。真是太好了！我一直希望能有几个玩到一块的疯子哥们儿，干起事来特别投入的那种。那好，我帮你先约约他们。如果你觉得可以长期合作，可以让他们入股啊。政委，哎，回来了啊！郝连长。政委，故障原因弄清楚了是吧？啊，这是专家组提交的拐动梁故障调查报告。左发供油泵压力不足是造成这次空中停车的直接原因，换上新油泵就好了，让我们放心。拐动梁地面试飞也没问题。太好了，专家就是专家。晚上我要请专家组的同志们吃饭，听说他们一天夜没睡觉。哎，看看人家这种精神，太值得我们学习了。专家组的同志已经走了。什么？走了？这么急啊？他们把有问题的油泵带回去做进一步分析。那专家组的结论有了没有？能不能飞？
他们认为这是个偶发事件，不影响正常飞行。所有出厂的直升都在使用这种无油泵，最长的达到上千小时，让我们放心。是这样。哎，老庞，江海和我一直在等你啊，咱们碰一下吧。 我知道，你们是在等我表态，对吧？庞副旅长，你不表态，我也知道你心态。我心态？哎，停飞啊！是的，停飞不对吗？对，停飞安全，谁敢说不对？ 哎，那你这是？本来啊，按训练计划查清故障原因又不耽误飞行，我们仍然会按照计划进行训练。这毕竟现在能遇见有利于飞行的天气也不多嘛。你们还是要飞？不飞？又不飞了？不飞。我们决定啊，举行一个以抓安全为主旨的现场会，特别邀请主抓飞行安全的庞副旅长 去做主旨演讲，同时也请政委给我们一营官兵做做动员嘛。哎，你们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怎么没事先告知就突然袭击啊？这反正都停飞了，闲着也闲着，就关起门来搞教育嘛。那要不让他们带薪休假去旅行？什么带薪休假去旅行？你胡闹了你！政委，庞副旅长，你就别推辞了吧。 你把我也弄懵了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一营和机务大队的所有官兵已经在2号机库集合完毕了，就等2位首长了。哎，请吧。老庞，那就去吧。光说要停飞，不讲讲停飞的意义也不好。既然一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，也是个机会。专家组的调查报告也都清楚了。 不妨借机啊，把旅里的态度也跟大家伙说一说。就是。可咱们还没开会，研究过呢。哎呀，回头再说吧。行吧。哎，这大家都等着呢。走。啊，来，都等着呢。这。 把庞副旅长牛的。站！报告政委同志，参加空中突击旅突击一营安全现场会，全体官兵集合完毕，请您指示。请按计划执行。是。 坐下。各位首长，这是临时会场，形式主义的东西咱就不搞了，应留就简吧。不过同志们还是给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什么“平起平坐”是吧？彰显官兵平等啊！二位首长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请入席吧。我看这样更好。我喜欢和同志们面对面的交流。 首先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吕首长来参加我们的现场会。今天突击营和机务大队来举办这个有关安全话题的现场讨论会，有幸请到了毕政委和庞副旅长。庞副旅长还会在会中做主旨演讲，他的演讲 将会详细的阐述5之10全面停飞的重要意义。安静。
毕政委啊，还要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正确的安全观，什么是科学的安全观。啊，大家要认真领会。停飞期间，大家可以交流学习心得，进一步的查找身边不安定的因素、不安定的隐患。政委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全面停飞了？还停飞的重要意义？瞎搞！哎，爸，停飞，你可是说过的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为了安全，停飞是必要的，根本不是他说的这个什么全面停飞，多耸人听闻。老爸，好了，回头再说啊。政委，庞副旅长，你看你们是谁先发言啊？还是先听听你们的讨论吧。哎，对，还是先听你们的。哎，江海，我可不是什么主旨发言啊，我是跟大家一起探讨。好，那我就先开个头吧。今天呀，我们在这个机库开会，有2个意义。一，就是在我们的背后，啊，这是需要大家回头看的啊。这架天炮尾拐动2的5支10直升机，在执行任务期间，意外的发生了空中单发停车。所幸的是，机长李东和副驾驶王翔沉着冷静、胆大心细，严格的按照5支10改装训练大纲中空中特勤处置预案、空中单发停车处置要领和步骤，最终成功的安全迫降，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的发生。让大家回头看呢，就是要向李副营长好好的学习。这为什么放在后面呢？意思就是告诉大家，不能老是回头看啊，还得向前看。开过汽车的人都知道，汽车只有一个倒车档，有好几个前进档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需要倒车的时候毕竟是少嘛，啊，向前看，往前走才是主流。这个段落的主题啊，就是胆大心细、技术精湛，也就是保安全。这第2呀，就是向前看。那在我们的前面8个大字：突击雄鹰，不负使命。这突击雄鹰指的是哪支部队啊？空中突击旅。对，就是我们这支刚刚组建不久的、还没有形成战斗力的空中突击旅。而我们突击1营就是这支部队的尖刀，这支部队的主力，是要在第一波次杀入敌人阵地，对敌发起强大攻势的空中突击力量，为地面部队扫清障碍、开辟通道，为坦克、装甲兵提供强大火力支援的低空杀手。这不负使命啊，这是要求我们这支部队要以国家和领土安全为己任。从我们调入空中突击旅的第1天起，就要牢牢地树立起以国家安全、领土安全、领空安全、民族安全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最崇高的安全观和使命感。不练出精兵，能保卫祖国的安全吗？不能。所以，向前看，就要像军歌里唱的那样，向前，向前。使命在肩，没有退路，只能向前看，往前走，让机群早日形成战斗力，让5支10早日从我们的手中飞起来，让树梢杀手更加凶猛，更加霸气。我的发言完了。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？不会吧？江海说的不对吗？话对，可我听着有点味道不对。那呀，深信有鬼。小海，老队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讲安全呀！行了吧你？又跟我玩猫腻是吧？啊，我这玩批评我。
有话直说嘛。我刚才说的可都是实话。在办公室你不讲，把我弄到这众目睽睽之下。不是，我要说的不对，您可以批评我呀。哎，俩字嘚啵什么呢？要讲啊，就大点声。我明白了，你们俩是绑架我的。没有。参加这个会呢，我是一点准备也没有，感到很突然，但又感到呢很新奇、很别致、很受教育。刚才江海啊把我的老底捅出来了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拐动两出事之后，我是提出要停飞的想法，而且也这样决定了。我认为啊，我是为了飞行安全考虑，